赶快来关心这一场中美的 AI 大战再度的开火。今天特别来关心到是大陆现在要禁止这个 Meta 来收购大陆的 Manus 这间企业。那 DeepSeek 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天会来关心则是搭配华为的晶片，强强联手成了黄仁勋的噩梦。今天就这些议题一起来做关心。好，这一次的 AI 的烟硝味，我们要特别来看到的是因为大陆中国大陆的改委在4月27号这一天正式的公告，他说对于美国企业 Meta 要收购大陆这一间 AI 新创公司 Manus 的一案，做出了禁止外资投资的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哦。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当然大家就关心说，是不是跟中美之间的中美科技战是有关系的呢？尤其最近 Manus 真的这一间企业是非常的红的，它是全球第一款通用型的 AI agents。那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它能够自主思考、拆解任务、执行解法，被视为是一个超级助手。当然了，这一间 Manus 爆红之后呢，是让它的母公司这一间蝴蝶效应也一夕之间爆红，成为大陆 AI 企业的明日之星。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当时这个蝴蝶效应它爆红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引起了今天这一起中国大陆对美国的争议哦。首先，我们看到2025年3月，它推出了我们刚刚讲的 Manus 之后，瞬间爆红，6月就把总公司立刻迁到新加坡，没有想到迁过去，还把大陆的团队给全部裁员掉了。7月份，他在这边完成了7500万美元的融资，到12月立刻 Meta 就把它给收购了。这一位创办人未来还会担任 Meta 的副总裁。不过呢，根据了解，在大陆的出手之下，这一桩并购案有可能没有办法真正的成真。但是大家也关心你这间企业总部已经搬到新加坡了，员工也已经跟 Meta 合作了，会不会 AI 技术都已经被 Meta 给掌握了？你就算现在中国政府介入，有没有效呢？那大家也在做分析。其实呢，中国政府不管有没有效，但是也要对未来的企业做警告，说你不要在新加坡利用新加坡这边做洗白，来完成你想做的。不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洗白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在新加坡。那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上志哥怎么看大陆出手禁止的这一项并购案，代表中美 AI 科技战已经延伸到海外了吗？那大陆出手的原因，上志哥又怎么看？好 ，Manus 是一家其实在中国大陆 AI 公司里头算是创意蛮不错的，但它创立时间没有很长。真正的发展出，而且在在整个中国大陆开始融资这件事情，那就是这5年的事情啊。但是呢，核心就是包括除了他的创办人之外，还有另外2个这个天才。那么现在是这样子，这当中有另外2个跟他的这个软体有关的2个人，现在这些人回到中国大陆，现在被禁止出境了。所以中国大陆这一次在这个发改委会做这件事情，我想已经表示非常清楚了，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所有的民间，你们以为是年轻人创意，民间的开发的 AI 技术不是你们的，这不是商业，这是国家的。就如同先前美国能够包括NVIDIA 的部分晶片不能出去被管制，中国大陆也并不是不管制，国内没发展。可是现在 AI 在中国大陆的技术软体方面是领先的，而现在它只是很清楚的告诉你，这个是国家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家公司是从武汉发机里头，其实先前拿到包括中国大陆国资委有很多的投资，也就是国家也曾经投资你扶持你，而不是全部都靠你自己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宣布当中是对于在去年25年 Manus 现在从指缝中流出去，就是说，现在要告诉你滴水不漏了。因为先前 Manus 我们刚刚看到，从3月开始调整，6月迁移过去，真的就是他们觉得有高人指点，认为有美国华尔街的高人指点，就是要快速的在几个月之内，包括种种的公司的登记、员工、技术、机房全部都挪出去。所以为什么中国大会出重手？他觉得你这个也是蓄意的，可能都听美国说不定情报机构的这些嫌疑。所以像中国大陆为什么要处理 Manus， 不是出重手，要告诉你这件事情，就是现在在作为 AI 作为全世界国与国，包括跟美国的这个竞争当中来讲，你不要觉得这是你民间的技术，民间你只要用中国的资源，在中国当中长出来的部分，它就要被国家总体来思考，它就是国家的战绩，不是你轻易说我可以卖高钱，我们年轻小朋友就拿了一大堆钱，我们就可以大赚钱去了。我觉得这个宣示本身从去年开始。
中国大陆开始官方在盯 Manners， 开着各式各样的手段，甚至大家都说你把他们这个2个关键的技术关键的人骗回来开这个论坛，然后就不让你出境了。我觉得中国大陆是可以说是所有的手段都出了，而发改委这次做法，我认为他要求要剥离。你现在跟 Meta 管你们合不合作？作为国家来讲，我要你最后播出来这件事情，这不是他现在政策，我认为是接下来中国大陆要做的。好，现在大陆政府非常的不满哦，等于是 Manners 这间公司用大陆的资源跟它的资金来去发展这家企业之后，竟然就转向新加坡去做发展了。所以呢，包括它的创办人这一位肖宏，他也被现在限制出境，人就在中国大陆。AI 人才接下来也会做一个比较严格的管制吗？那大使又怎么看这整起事件？对，这个就是中国大陆第一次这样出手哈，禁止你来并购我的公司。当然，国际间并购是很多的。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产业都可以并购，其实美国也有同样，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同类做法。那这个就是这样做，就表示其实中国在这个产业它的创意跟它发展已经走到世界前沿了，也就有这个价值，别的公司、外国的公司来抢你的技术，它不是抢你公司，是抢你的技术，把你专利通通带走啊。那所以这里面就变成就是说，中国大陆已经惊觉到中国有些公司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而且这个公司基本上是纯本土的。他的这个创办人叫肖宏，他事实上是，他是90后93年，他是华中科技大学的。他的一个特色，他从来没出国留学，他是纯中国本土培养的人才，本土的资本培养出来的。那当然，他就是说他有工程师红利，他的公司在所有创业之下，开展阶段，中国大陆这种培养的人才的培育也好。然后你这个公司发展的环境也好啊，那不管是人力或者资金哈，都有过给他贡献，所以呢，他不能说走就走。那所以这个东西现在已经到了跟这个很好谈，因为 Meta 不敢得罪中国的不敢得罪中国政府的，所以这个案子中国一说禁止并购以后，Meta 现在已经在举行是吧？就要恢复原状。是。这个可是恢复原状，第一个，我如果付出的款的话。那你这个 Manners 你要把钱还给他，然后还有就是说这里面就变成就是说还有技术与数据的，就是说你已经在使用的，你必须要给他怎么样隔离，要删除。所以这个只要中国大陆公司这个国家出手的话，我想这个案子很快就可以解决。那不过这也树立一个新的一个标准，也是中国的这种创新公司哈。你不能啊，在中国的环境里面，你得出了技术的突破啊，你突然啊，别人一招手拿20亿美金，你就全部卖给别人了。是这个不是中国不允许，全世界国家有技术领先技术国家都不会允许的。对，好，所以这一起案件其实是中美科技战之下的一起争议哦。那除了我们刚刚关心的这个 AI 的科技大战之外，我们也来看到大陆现在则是在努力的致力发展它的 AI。那我们特别来看到大陆的龙头 AI 的龙头 DeepSeek 发布的最新的旗舰模型 V4 的模型，首度针对华为的晶片架构做了优化，那么代表大陆的 AI 正式进入模型再加晶片全国产业链的一个整合，恐怕让黄仁勋紧张了。干哥怎么看？好 ，DeepSeek 它最新推出了 V4 的预览版，就是说它现在正式上线了啊，然后同步开源。然后 V4 它有什么你知道？它有 Pro 跟 Flash 2种版本。听说 Pro 它可以同时处理100个词源 token。他说在业界说，哎呦吓死了，为什么？但是在这个辉达做得到而已。现在用华为的晶片也做得到了，用华为的升腾 VPN， 它竟然做到了。可是当然这种东西，你说它还没有真正的，它现在只是预览版，还没有上市，对不对？但是已经让黄仁勋很惊恐了。华府常常挂一句嘴上子讲，他说：“你们今天 AI 的成就都是当年不当使用美国的技术跟 know how。”其实他讲穿了，川普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都是抄我们的啦。他想讲的是这句话。不过对不起，现在真正的专家发现了这个 DeepSeek 的 V4 以后，他们说没有，这个完全是华为自己的 know how， 也就是说他自己形成了自己的概念去发展出这个东西。然后而且他说他表现的最强的地方是在数学跟什么跟竞赛这2个。好，在这2个方面，他说这个就完全是他们中国本土自己去研发出来的东西。
因为他们的表现比聊天机器人要强过10倍以上。哇，那就是说等于是说，当年黄仁勋他对于整件事情的看法，就是说，川普，你认为你要阻绝中国在 AI know-how 的领域之外，不让他就是说能够这个获取或截取美国最重要的核心概念跟技术，但你不要忘记，不管是在矽谷或者是在哈佛，所有 AI 领域都是有50%以上的华人，也就是说，全世界你把美国啊、南非啊、印度啊这些人通通加起来，还等于一个中国。所以不管走到哪里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现在怎么看？就是说黄仁勋，你知道辉达刚刚突破5兆美元的市值了，刚刚突破5兆，第2名只有4兆而已。5兆美元的市值将会成为黄仁勋的噩梦。为什么？因为像 DeepSeek 这样的公司，如果它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它总有一天它完全不再需要辉达的晶片。